地壳是否正在翻滚？近来，世界各地接连发生强烈地震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，也让许多人感到不寒而栗。放眼四周，大地频频抖动，仿佛在向世人传递某种警讯。有人担忧，这是否意味着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？有人则将视线投向神秘的预言，试图从玄学中探寻答案。尤其当命理师和占星家们齐声指出，台湾可能是下一个危险热点时，整个华人世界都为之屏息凝视。在科学理性与神秘预言的交织中，2025年的地球到底怎么了？本视频将带您深入探讨近期全球地震频发的现象，解析其背后的科学原理，同时结合历史事件与各种预言传说，层层揭开一个悬疑且发人深省的故事。请坐稳了，我们的惊险旅程即将起航。从今年3月下旬开始，地球仿佛步入了强震活跃期。短短10几天内，多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接连发生，让科学家和民众都感到震惊。首先是3月28日，缅甸第二大城曼德勒附近爆发强烈地震。当天下午，缅甸瓦城地区的大地剧烈晃动，发生规模 7.7 的浅层强震，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。这场地震造成了巨大破坏。据报道，缅甸全境及邻近泰国共有超过1700人丧生，3000多人受伤，更有数百人失踪。泰国首都曼谷的高楼摇摆不定，一栋在建的摩天大楼甚至如叠起的煎饼般瞬间坍塌，现场尘土飞扬，哭声四起。这场灾难无疑为2025年的地球投下了第一颗震撼弹。然而，缅甸强震只是开端。不到48小时后，太平洋南端传来巨响。3月30日，南太平洋东加群岛附近发生规模 7.0 的强震，引发周边海域巨浪翻腾。所幸这次地震因震中远离陆地，未造成严重灾情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大西洋中央的海底板块边界也躁动不安。3月28日当天，大西洋中洋脊接连测得规模 6.1 与 6.6 的地震。虽然发生地点深藏海底，未造成人员伤亡，但科学家们对如此短时间内全球多处板块剧烈活动感到难以置信。事实上，从3月21日起至月底，不到10天的时间里，全球已发生10次规模6以上的地震，其中包括上述2起7级强震。地壳躁动的频率之高，让人不禁怀疑地球是否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震动期。不仅远方的强震频发，就连台湾周边也感受到地球的不安。3月下旬以来，台湾东部外海和日本南部海域也发生中强地震，虽未酿成灾祸，但仍让人心有余悸。而在地球另一端的欧洲，地震异象同样上演。著名旅游胜地希腊圣托里尼岛，自1月下旬以来经历了一连串地震群现象。短短几周内，当地记录了上千次大小震动，最大一次达到规模 5.2。这座浪漫的爱琴海火山岛因频繁摇晃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居民和游客人心惶惶，担心沉睡多年的火山是否会苏醒。科学家虽判断此次震群与火山活动无直接关联，但也不敢掉以轻心，正密切监测地底动态。纵观这段时间的种种现象，我们仿佛看到地球表面的板块在集体呻吟。从亚洲内陆到环太平洋，再到远洋海底与欧洲火山岛，短时间内接连传出地壳剧烈运动的报告。这种全球性的地震活跃情形实属罕见。
通常来说，全球每月平均约发生6至8次规模6以上的地震，而现在不到2周就出现了10次之多。如此异常的情况，自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忧虑，是否更大的地质灾变正在酝酿？当地球频频震动之际，许多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早已流传的预言与玄学警示。巧合的是，就在这段时间，一些预言家与命理师的言论突然引发热议，因为他们早先的惊人预言似乎逐一应验，更将下一个警告目标锁定台湾。首先，让我们回顾一则来自台湾本地的命理预警。台湾易经命理师高辅进早在去年年底就针对国际局势进行推演。他在2024年12月一次占卜后警告要小心，2025年3月前后，国际间将有大事发生。当时他进一步指出，预感这可能是世纪灾难级的大灾祸。他最不愿看到的是火山爆发或大地震，因为这类灾害不仅自身破坏力惊人，还可能引发海啸，甚至如2022年东加火山喷发那样造成地形巨变。果不其然，进入3月后，全球接连出现强震，先是太平洋板块边缘的缅甸发生大地震，次日南太平洋也地动山摇，这让不少人惊呼高辅进一语成谶。然而更令台湾人关注的是，高辅进在那次预言中点名台湾，表示台湾及邻近的中国大陆可能面临某种重大变局。他提醒两岸需注意高层人士下台，领导权动荡的情况出现，此外还要提防重大意外事故，例如大范围停电、交通灾难，甚至枪击事件等与火元素相关的灾劫。虽然这些预言聚焦于政治与社会层面，但也让人联想到，既然他成功预告了世纪级地震灾难的到来，他对台湾的警告是否也别有深意？除了华人世界的命理师，国际上关于2025年的种种预言同样令人不寒而栗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莫过于来自日本的一则梦境预知。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在1999年出版的图文书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中，记录了他梦见的多个未来灾难场景。这本书过去已有数项预言被指应验，例如他曾准确梦到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的日期。更骇人的是，龙树亮在书中透露，他梦到2025年7月5日清晨将发生一场比311更可怕的超级灾难。在那场梦中，太平洋西岸的海面不断冒出气泡，随后2条巨大的龙从海中升起，缓缓盘旋，紧接着大地剧烈震动，一场巨大地震引发高达40米的超级海啸，铺天盖地袭向日本沿岸及整个亚太地区。梦境中的龙树亮目睹海啸过后，一块新生陆地如方舟般从海底隆起，连接了日本、台湾、菲律宾与香港的土地。这仿佛象征着板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动，整个东亚地图因此改写。龙树亮的这段预知梦在日本和台湾媒体引起巨大反响，许多人议论纷纷，难道今夏真会有毁灭性的大地震与海啸降临？尤其台湾正处于他预言中新生陆块的区域之一，怎能幸免？有末日论者甚至解读，龙树亮梦中自己的葬礼也出现在同一时间，暗示他本人将命丧那场灾难，足见灾情之惨烈。然而，理性派对此持保留态度。地震专家指出，这样的剧本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中上演，除非发生规模9以上甚至接近10的超巨大地震，才可能造成梦中描述的陆地隆起连接。即便如此，地质变动也难以如预言般极端。
因此龙数量的预言更多被视为对人类傲慢的警示，提醒我们对大自然始终要心存敬畏，莫因侥幸而掉以轻心。除了东方的预知梦，在西方的神秘传说中，2025年同样被视为多事之秋。已故的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据说曾留下对2025年的预言，他提及世界将爆发更严重的冲突，甚至毁灭性灾祸。16世纪的占星师诺查丹马斯也有诗句被解读为暗示，2025年前后欧洲可能陷入战乱和瘟疫肆虐，让世界局势极度不安宁。这些跨文化的预言共同编织出一幅末世景象，使得今年的人们格外神经紧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众多预言中，台湾屡屡被点名为风暴中的关键角色。除了高福晋强调台湾需注意大事变动，龙数量预知梦隐约牵涉台湾，民间也流传着其他与台湾相关的玄奇论调。有人引用中国传统风水的说法，指2025年流年的五黄连真星飞临东北方，而从地理方位上看，东北方对应的正是东亚地区，包括中国东北、日本以及台湾在内的广袤区域。因此这一年东亚可能多灾多难，需特别小心天灾人祸的降临。虽然这类说法没有科学依据，但当地震频发时，不免令人将两者联系起来。另外，来自印度的年轻占星神童也曾警告，2024年底到2025年初，世界将面临动荡。他此前已预言疫情爆发而声名大噪，这次他提醒全球要防范极端的天灾，例如强震、火山或气候异变。在缅甸大地震后，不少人回想起他的警示，惊觉这场灾难似乎再次印证了占星预言的威力。综合各种玄学与预言的信息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点：近期的种种预示都将矛头指向亚太，特别是台湾所在的地带。尽管这些预言的内容与形式各不相同，有的是基于占星推算，有的是源自灵梦体验，也有的是传统风水或易经演绎，但它们在时空上竟与现实不谋而合。先由命理师预警3月灾厄应验于缅甸强震，后由预言家指涉台湾未来恐有变局，这让喜爱阴谋论的人大呼过瘾，仿佛一切早有天意注定。然而，究竟台湾真的会在近期遭遇巨大灾难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还需回到科学与历史的角度，深入了解台湾本身的地质条件与地震风险。抛开预言的迷雾，我们首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地震发生的科学原理。地震其实是地球内部力量在地壳中的一次突然释放。地球表面由数十块大小不一的构造板块拼接组成，它们如同漂浮在软流层上的巨大拼图，不断以极缓慢的速度移动和挤压。板块与板块交界处，由于碰撞、张裂或错动，常年累积庞大压力。一旦压力超过岩石所能承受的限度，断层便会瞬间破裂滑动，释放出大量能量，以地震波的形式传播，造成地面震动。这就像长期弯曲的树枝突然折断，或积蓄已久的弹簧猛然释放一般。因此，绝大多数强烈地震都发生在板块边缘或断层带上。环太平洋地区由于聚集了多条板块边界，地震尤为频繁，被称为太平洋火环带。从日本群岛、台湾、菲律宾、印尼到美洲的智利、墨西哥和美国西岸，皆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。除了地震频发，这些地区也多火山活动，因而得名火环。相较之下，
板块内部远离边界的区域则地震较少见。例如，大西洋中洋脊虽是板块分离的边界，但远离人烟，即便有地震也难以被人察觉。而像巴西、非洲中部这些位于板块中央的地方，更是几乎没有强震记录。台湾恰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，并且是其中相当特殊复杂的一段。台湾所处的位置是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的交界地带。具体来说，在台湾东部附近，菲律宾海板块正以每年约8至9公分的速度向西北推进，挤压欧亚板块的边缘。这种长期的板块挤压造成了台湾中部脊梁山脉的隆起，也让台湾成为一座地震频发的小岛。台湾东部海域存在着隐没带，菲律宾海板块沿着琉球海沟俯冲到欧亚板块之下，同时在台湾南部又与欧亚板块的深处部分相互挤压错动。这种双重作用使得台湾附近的地壳相当破碎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断层。正因如此，台湾的地震活动频率和强度都很高。全台已被确认的活动断层有数十条之多，其中不乏威力惊人的大震源，例如造成1999年921大地震的车龙埔断层，平时潜伏无声，一旦爆发便撕裂大地数十公里，释放出相当于数十颗原子弹的能量。而像花莲附近的地震带、台东的卑南断层、台北盆地周缘的深层逆断层等，也都是地震专家密切关注的对象。从地质结构上看，台湾每隔几十年就可能累积足够能量引发强震。因此，虽然人们或许习惯于日常的小震，但这并不代表无需担心大震的来临。相反，正是因为小震不断，才提醒我们地壳应力正在释放、调整，一旦条件成熟，一场破坏性地震就可能突然降临。除了板块构造，震源深度也是决定地震影响的重要因素。浅层地震更容易造成地表强烈震动，例如缅甸这次深度10公里的浅源强震，破坏力极大。台湾多数大地震也属于浅层，如921地震的震源深度仅8公里，因而对地表造成严重破坏。深源地震虽然能量同样强大，但因震波传播路径长，抵达地面时威力已衰减不少，影响相对局限。例如2022年台湾东部外海发生过一系列深度超过100公里的地震，台北等地有明显晃动却未致灾，便是这个道理。综合而言，台湾地处板块碰撞带且断层密布，又以浅源强震为主，是个高地震风险的区域。从科学角度看，未来在台湾再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，并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。正因为无法避免，我们更需了解历史上台湾曾遭遇过哪些大地震，以及从中得到哪些教训与启示。历史常常给予未来境界。回顾台湾过去100多年，有几场重大地震至今让人记忆犹新。最为人熟知的当属1999年的921大地震。那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，台湾中部忽然地动山摇，短短数十秒内，整个岛屿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猛烈的一次震撼。震央在南投县集集镇，规模达 7.3， 释放能量之大可想而知。车龙埔断层从地下撕裂大地，在地表形成长达80多公里的隆起带，最大位移将近10米。村庄道路被硬生生错开，高低落差触目惊心。921地震造成超过2400人罹难，将近1万人受伤，
40万人无家可归。台湾中部的山河面貌因此改变，山崩地裂之景成为永志不忘的伤痕。921大地震之前，台湾其实已近一甲子未发生过如此惨烈的地震灾害。上一次同等级别的浩劫可追溯到1935年发生在新竹、台中交界的关刀山地震，当时造成约3000余人死亡，是台湾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。之后，台湾还经历了几场重大地震。1951年，花莲县接连发生数次7级强震；1964年白河地震导致100余人罹难；1999年的集集地震则是震惊现代社会的巨灾。这些事件显示出，台湾的大地震周期约略在数十年之间。不论人们是否做好准备，地底的能量终将寻找出口。回到现今，距离1999年已20余年，台湾在这段期间并非风平浪静，规模6级上下且造成人员伤亡的地震依然偶有发生。例如2016年高雄美浓地震造成台南市区大楼倒塌，115人丧生；2018年花莲地震导致市区多栋建筑倾斜倒塌，造成17人遇难。最近的2022年9月，台东池上地震虽发生在偏远地区，仍造成部分建物坍毁，数人伤亡。这些教训时时在提醒我们，台湾虽然不大，却处处暗藏着潜在的地壳威胁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地震的连锁效应似乎贯穿古今，让人不禁联想到预言中所谓多米诺骨牌式的灾变。就在1999年，发生于土耳其的致命强震与台湾921地震前后相隔仅1个月，而今年年初，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和台湾南部也出现了相隔2周内相继强震的现象。科学家认为，板块构造就像一个平衡系统，一处发生强震释放能量后，确实可能导致邻近板块应力重新分布，使得另一处地震发生的概率升高。一位地震专家举例说，就像土耳其大震后不久台湾发生921，这种跨区域的时间接近未必是巧合。当然，目前科学对于精确预测地震时间尚无能为力，这些现象也可能只是统计上的随机巧合，但它提醒我们一个事实：当周围地区地震频发时，我们更应提高警觉，因为下一个倒下的骨牌也许就是我们自己。从历史角度看，台湾每一次大地震后都促使防灾意识和建筑规范的进步。921后，台湾全面检讨了建筑耐震标准，加速危险老旧建筑的重建或补强。各级政府也制定了更完善的紧急应变机制与民众教育。然而，时间久了，很多人难免松懈，甚至觉得大灾不会再来。但地质学家警告，台湾某些断层经过20多年再度进入能量累积饱和期，未来10年内发生强震的几率正在增加中。特别是都会区附近的断层，如台北盆地东缘的深层断层，或是宜兰近海的海沟地震源，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灾情。唯一能做的就是未雨绸缪，减轻可能的损失。当我们把科学事实与神秘预言交织在一起看时，不难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：理性与感性在此刻交汇，皆指向对未知灾难的焦虑。一方面，地震学告诉我们，台湾确实处于地质危险带上，近期全球的地壳异动也可能提高本区发生强震的几率。另一方面，命理预言从不同角度敲响警钟，无论是易经占卜的警示、梦境预知的惊人画面，还是星象风水的种种暗示，都让大众对未来几分忐忑。然而，我们需要理清的是，预言并非铁律，科学也非全知。
预言的价值或许在于提醒与警惕，但不应取代理性的判断与准备。同样的，科学的谨慎态度让我们不至于陷入无谓恐慌，但科学家也承认目前无法精准预测地震的时间地点。因此，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在保持警觉的同时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不管预言是否会成真，强化建筑结构，准备紧急避难计划，教育民众防灾知识，这些努力永远不会白费。与其沉迷于恐惧，不如化恐惧为力量，增进社会的韧性。对台湾而言，眼下并非末日将临，而是一个呼唤我们居安思危的时刻。那些古老的传说与现代的科学在2025年的交汇，或许只是巧合，也或许蕴含深意。但无论如何，它们都传达出一个相同的讯息：珍惜当下，敬畏自然。大自然的力量远超人类想象，我们虽无法阻止地震的发生，但我们可以决定面对它时的态度。正如玄学中强调的天人合一，我们需与这片土地和谐共处，了解它的脾气，预做防范，也如科学所倡导的谦卑态度，承认我们对地球了解有限，时刻准备最坏的打算。当下一次大地震来袭时，无论它是否正应了某位先知的预言，我们所能仰赖的还是彼此的守望相助与事先的防灾部署。愿预言只是虚惊一场，但我们已经汲取了教训；愿灾难终究没有降临，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。让我们在科学与理性的指引下，在适度借鉴传统智慧的同时，踏实地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2025年，大地正在低语，我们无需恐惧这低语，但必须聆听其中的讯息。毕竟，真正决定命运的不是预言，也不是偶然，而是我们如何应对挑战，超越恐惧的智慧与勇气。让我们带着敬畏与准备，迎接未知的明天。大地虽会震动，人心可以稳固，灾难或许难免，但我们终将在风暴中站得更坚定。在人类历史长河中，预言始终如一团神秘的迷雾，吸引着无数人前去探寻。它们或是源于古老智者的启示，或是来自神秘主义者的梦境。而在众多预言中，2025年7月5日地震海啸预言宛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激起层层涟漪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。这个预言不仅关乎自然灾害的可怕威力，更牵扯到复杂的国际关系、神秘的超自然现象以及人类对未来的深深忧虑。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充满神秘与未知的领域，揭开预言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幕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温暖的话，愿世界和平。在泰国，有一位声名鹊起的预言家帕，他宛如一位神秘的使者，拥有令人惊叹的超自然能力。自幼，他便能与神灵对话，并清晰地看见未来的画面。这些能力仿佛一把神奇的钥匙，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，使他在泰国迅速走红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2024年，在缅甸地震发生的前100天，帕的预言能力再次展现出惊人的准确性。在一档节目中，他欲言又止，神情中透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忧虑，仿佛在与一股无形的力量抗争。他努力向观众传达来自神明的警示：2025年上半年，缅甸将发生地震，周边地区包括曼谷都将受到影响。他的描述细致入微，仿佛亲眼目睹了灾难的发生，
仰光等地的大楼轰然倒塌，无数财物在这场灾难中化为乌有。他的眼中闪烁着惊恐的光芒，每当回忆起脑海中那可怕的画面，他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颤抖。然而，当时的人们大多对此半信半疑。毕竟，泰国已有100年未发生地震，这样的预言听起来太过离奇，仿佛天方夜谭。但现实却如同一场残酷的戏剧，无情地验证了帕的预言。2025年3月28日下午2点20分，一场8.2级的超级大地震在缅甸西北部爆发，震源深度近10公里。这场地震威力巨大，犹如一只愤怒的巨兽，无情地摧毁一切。缅甸这个从未经历如此强烈地震的国家，瞬间陷入巨大灾难之中。地震影响范围极广，连泰国也未能幸免，曼谷等地感受到强烈震感。曾经繁华的街道变得满目疮痍，高楼大厦纷纷倒塌，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，人们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，呼喊声与呼救声交织，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。那些曾对帕的预言嗤之以鼻的人，此刻也不得不为他的能力感到惊叹与敬畏。帕的预言能力并非仅此一次展现，早在2019年2月，他就大胆预言地球将出现一种严重病毒，迅速蔓延，导致人们躲在家中不敢外出。他还描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，人们的面貌将改变。如今看来，这无疑是对新冠疫情的准确预言，而改变面貌暗指人们戴上口罩的模样。2022年，他又准确预言了泰国女星唐某的坠河事件，称唐某在2022年人气将急剧上升，但死神也将降临。他特别提醒，9月出生的人需格外注意安全，尤其在乘船时。果不其然，50天后，唐某在乘游艇时离奇坠河身亡，而他正是9月出生。当警方最初以意外结案时，帕却再次语出惊人，称他看到了凶手的脸，知道凶手是谁，只是不能说。30天后，案件果然发生重大转折，意外坠河案被证实为一起恐怖的谋杀案。帕的每一次预言都精准命中，仿佛他手中握着一本记录未来的天书，让人不得不对其超自然能力感到惊叹与恐惧。2025年，帕又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言：3个月后的7月初将发生一场大海啸。他同时暗示，这场海啸的发生地是一个海岛国家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忧虑，仿佛已看到那可怕的灾难场景。他在节目中多次欲言又止，似乎藏着难以言说的秘密。这一预言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。许多人开始猜测，这个海岛国家究竟是哪个？根据航班信息，曼谷飞往日本的航程为5到6个小时，而帕提到泰国周边将受海啸影响，且灾难发生地是一个航程约5小时的岛国。因此，不少人推测，这个即将遭受海啸袭击的国家很可能是日本。帕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醒大家，前往日本需格外小心。他在节目中一度面露难色，仿佛被另一个世界警告不能透露过多，但他仍尽可能透露了许多线索。他的预言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恐惧与担忧。日本预言家龙树亮的警示之梦。在日本，也有一位备受关注的预言家龙树亮，他以独特的方式向世人传达对未来灾难的警示。龙树亮喜欢将预言以漫画形式呈现，他的预言漫画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在日本引发广泛关注。在漫画中，
他详细描绘了2025年7月5日日本将发生一场毁灭性地震，威力巨大，引发可怕的海啸。画面中的场景触目惊心，大地剧烈颤抖，高楼大厦纷纷倒塌，人们在惊恐中四处逃窜，汹涌的海浪如凶猛野兽，咆哮着冲向陆地，瞬间淹没大片城市与村庄。这些预言与帕的预言不谋而合。龙树亮的预言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想。他表示，这些预言来自脑海中浮现的不同时空画面，那些画面如电影般清晰展现在眼前。他的梦境常出现灾难场景，不断在脑海中播放，让他感到无比痛苦与焦虑。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些警示传达给世人，希望引起重视，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在他看来，这场灾难并非偶然，背后可能隐藏人为因素。他认为，地震和海啸看似自然灾害，但很可能是人为造成，比如海底火山爆发或人为放置的爆炸装置。他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人祸，背后可能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与阴谋。这一观点引发广泛讨论与猜测，许多人开始思考，在看似平静的世界背后，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与威胁。龙树亮的预言并非首次出现，他的漫画还曾准确预言其他事件，使其预言更具可信度。他的预言引起日本社会高度关注，许多人开始关注地震与海啸防范措施，政府也加大了对灾害预警与防范的投入。然而，也有人对龙树亮的预言持怀疑态度，认为预言太过神秘，缺乏科学依据，可能是巧合或人为炒作。但无论如何，他的预言敲响了警钟，让人们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，以及面对未知未来时应如何准备。出口亡人三郎的100年预言。回溯1871年，日本一位名叫出口亡人三郎的宗教家留下令人震撼的预言。他被誉为最接近神的人，拥有非凡的预言能力。他的预言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源于脑海中浮现的不同时空画面，如神秘密码，只有他能解读其含义。临终前，他郑重留下一段预言：2020年至2030年间，日本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大灾难。他描述天空将被染成血色，仿佛笼罩在恐怖血幕之下，草木枯萎，大地撕裂，无数日本人在灾难中丧生，宛如世界末日。他的预言并非毫无根据。历史上，他曾成功预言造成200万人受灾的关东大地震。1920年，他提前3年准确预言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。当时预言未引起重视，但当地震真的发生时，人们才意识到其预言能力的可怕。关东大地震造成巨大破坏，无数生命消失，城市沦为废墟。这场地震让人们对出口亡人三郎的预言感到敬畏，其名字在日本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。他的预言引起天皇注意，但被视为妖言惑众。天皇担心其预言引发社会恐慌，下令将其抓捕入狱，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然而，出口亡人三郎并未沉默，他深知自己肩负传达预言的使命。在狱中，他口述所知未来大事，让弟子记录成其书《灵界物语》。书中详细记录了他的预言及对未来世界的担忧，希望通过此书让更多人了解可能发生的灾难，提前准备。出狱后，他继续传播预言，虽然充满恐惧与绝望，但也促使人们反思人类行为与未来。他的预言如警钟，
在日本历史中提醒人们警惕未来灾难。如今回顾他的预言，2025年7月5日的地震海啸预言似乎与其100年预言有某种神秘联系。这不禁让人思考，这些预言之间是否存有内在逻辑与规律？未来的日本是否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灾难？物理学家宝江邦夫的惊人爆料。2025年2月7日，日本物理学家宝江邦夫的爆料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，激起千层浪。在一次访问中，他神色凝重地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：2025年7月5日凌晨4点，一颗小行星般的巨大不明物体将从天而降，坠落在台湾与菲律宾之间，引发巨大灾难。他的话语充满担忧与恐惧，仿佛已看到那可怕场景。宝江邦夫进一步指出，这颗物体的坠落并非意外，而是隐藏着复杂政治阴谋。他爆料称，这是拜登担任总统时与中国政府达成的关于台湾的秘密协议。然而，该协议在特朗普上任后似乎被取消。他还透露，选择7月5日凌晨4点，是因为台湾时间对应美国时间为7月4日下午，美国国庆日。这一爆料让人们对灾难的发生充满怀疑，开始猜测背后是否隐藏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。此爆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猜测。许多人开始思考，这样的人为灾难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？若真是人为引发，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巨大威胁。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地区一直是敏感区域，若灾难发生，将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影响。人们对宝江邦夫的爆料表示震惊与担忧，呼吁国际社会深入调查，揭示真相。宝江邦夫的爆料也引发对国际关系与政治阴谋的深入思考。在当今世界，各国关系错综复杂，政治利益博弈无处不在。这一爆料让人们意识到，在看似平静的国际局势背后，可能隐藏许多不为人知的危险与阴谋。我们需更加警惕国际形势变化，以避免类似灾难发生。同时，这提醒我们，科学技术虽带来巨大进步，但若被滥用，也可能成为灾难根源。我们应正确运用科学技术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。网络预言的神秘共鸣。在互联网世界，一个神秘现象引起关注。许多具有通灵能力的港澳台网友在论坛分享梦境，惊人的相似，都梦到2025年7月5日将出现高达18层楼的巨大海啸。这些梦境仿佛一种神秘共鸣，让人们对预言真实性产生更多好奇与恐惧。这些网友来自不同地区，有不同生活背景，但梦境却如此相似，令人不可思议。他们梦中的海啸场景极其恐怖，海浪如山般高耸，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陆地，瞬间淹没一切。城市在海啸冲击下化为乌有，人们在水中挣扎求生，发出绝望呼喊。这些梦境细节如此相似，仿佛他们亲眼目睹了灾难发生。有人认为，这可能是集体潜意识作祟。心理学中，集体潜意识指人类历史发展中积累的共同心理经验。这些梦境可能是人们对自然灾害恐惧与担忧的体现，通过潜意识在梦中呈现。也有人认为，这可能是来自某维度的警讯。宇宙中存在许多未知维度与力量，这些警讯可能是高维度生物或神秘力量传达的信息，提醒我们警惕未来灾难。无论梦境来源为何，
它们让人们对2025年7月5日充满担忧。这些网络预言与其他预言家预言相互呼应，形成强大舆论氛围，人们开始更关注这一预言，讨论其可能性与影响。政府与相关部门也开始重视，加大对自然灾害的监测与预警工作，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灾难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网络预言传播速度极快，影响范围日益扩大。它们不仅引发对未来的担忧，也促使人们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。我们应如何面对这些神秘预言？是选择忽视，还是积极采取措施应对？这是每个人需思考的问题。2025年7月5日，地震海啸预言如一个神秘谜团，吸引我们不断探索。从太预言家帕的精准预言，到日本预言家龙树亮的警示之梦，从出口亡人三郎的100年预言，到物理学家宝江邦夫的惊人爆料，再到网络预言的神秘共鸣，这一连串预言与爆料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担忧与恐惧。这些预言似乎存在某种神秘联系，共同指向2025年7月5日这个特殊日子。无论这些预言是否成真，它们都为我们敲响警钟，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与脆弱。我们应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，保护环境，加强对自然灾害的监测与预警，共同努力为人类未来创造更安全美好的世界。当那一天真正到来时，我们希望所有预言都是虚惊一场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